在美国，如果因为闯红灯被判坐几个月的牢，也别太惊讶，毕竟私人监狱也是要完成 KPI 的，得保证入住率。不得不说，美国不配被叫做灯塔。你敢信？监狱这玩意儿居然还能私营，完了还能上市，年收入超50亿美元，赚钱赚到手抽筋儿，整天嚷嚷着要讲人权。而美国犯人呢，活脱脱就一现代黑奴。美国监狱究竟有多离谱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，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为3.36亿人。现在的美国有种奇特的现象，他们的犯罪率是下降的，但犯人却越来越多，占了世界不到5%的人口，却关了全球25%的犯人，超200多万人。而这一切多亏了美国私营监狱的努力。可能有人惊讶，监狱居然还有私营的？人家不仅有，而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。当时美国犯罪率飙升，混社会的、吸毒的、偷渡的等等，总之闹腾的很。但这些人吧，抓又抓不完，抓到了吧，现在的监狱也住不下。唯一的办法呢，就是酷进监狱，但美国政府不愿意啊。有这钱干啥不行？为啥要用来进监狱？对自己也没好处。再说了，纳税人也不会同意。但不进又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有大聪明就提议，既然公家不愿意，那干脆让私人找个地方关押罪犯，公家给点补贴就完了，其余的让这些私人自己解决。这样呢，犯人有住的地方，公家也省了一大笔钱。说白了，就是把监狱外包出去。美国政府一听，这办法好啊，当即就同意了。当监狱私有化会发生什么？当然是美国老爷们赚大钱呢。就私营监狱三巨头 CCA、GEO 以及 MTC 不仅上市了，3家年收入加起来更是超50亿美元。在美国老爷眼里呢，监狱成了绝佳投资的产业，简直一本万利。而私营监狱究竟是怎么赚钱的？2008年，宾夕法尼亚州爆出了一件事，说是有2个法官8年时间送了几千名少年进监狱，其中年纪最小的还不到8岁。离谱的是，这些少年进监狱的理由五花八门，什么乱闯红灯啊、不写作业呀、乱涂乱画啥的，就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被这2法官判去坐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牢。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收监狱的回扣，帮人家完成犯人数量的 KPI 呢。这是啥情况啊？前面也说了，因为犯人太多，所以美国呢选择监狱外包。而这一办法呢，确实解决了犯人过多的问题。但要知道，私营和公立不一样，私营是要挣钱的，不然开不下去。所以美国政府就规定了，每关押一个犯人，私营监狱就能拿到一笔补贴，在去掉成本之后，大概1天就能从1名罪犯身上赚到18美元。也就是说，理论上只要罪犯越多，私营监狱赚到的钱也就越多。但罪犯也不是天天有，总有冷淡期吧。所以呢，私营监狱就和美国政府签合同，你得保证监狱的入住率一般都是90%，要是没达标呢，你还得给我额外补贴。而这个操作呢，就导致出现轻罪重罚，一件口头批评的小事，硬是被判了个有期徒刑，就问你受得了吗？不仅如此，还有钓鱼执法的。靠着增加入住率，美国私营监狱可以说是狠狠地薅了一把美国政府的羊毛，但这还远远不是他们的极限。私营监狱会成为稳赚不赔的生意，除了补贴，另一项呢就是压榨犯人。说是私营监狱，但他们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现代黑奴工厂。在这里，犯人几乎就是一个只用干活不用给工资的机器。毕竟进了监狱可没有什么工会劳动法，更不用交五险一金，给你实现20美分都是美国青天大老爷慈悲心肠。让你干活那都是劳动改造，将来出了监狱有门手艺都是为了你好。而美国青天大老爷们呢就辛苦了，得给犯人找业务，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儿，买车呢还得犹犹豫豫，不知道该买几百万的。而你们犯人呢只要干活就行了。不仅如此，除了开源之外，私营监狱呢还会想尽办法节流。为了减少成本，监狱里的一切条件都相当简陋，饭菜成本不到1美元，那面包都发霉了也不会管，反正只要吃不死就行。要是吃出病了那更好，毕竟监狱就这个条件，任何东西都要收费，看病也不例外。要是没有，那就打电话向家人要啊。对了，顺带说说，打电话也是要收费的。没钱在私营监狱那就是地狱，吃不行住不行，每天还有干不完的活。但要是有钱呢，那日子就美了，不用干活，有自己的小单间，里面设施一应俱全，什么电视机、游戏机，甚至还有音乐间、私人游泳池等等。除了不能出去，任何有的都能享受到。只要挣钱，所谓的人权呢，在美国老爷眼中啥都不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一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